从国小到高中课本破碎断裂，用单元式而不是用脉络的方式，所以学到的东西是东一块西一块，你没有办法传进去。在教国中，我就问大家说，嘿，那中华民国之前是哪一个朝代？大家都讲日本，大家会觉得中华民国前一个朝代是清朝。这小学课本能源科技告诉干嘛呢？哎呀，核能有辐射，好可怕哦，所以我们要用太阳能跟风力哦。台湾哦，永续发展。你看，从小告诉大家民进党的绿能政策，所以当然大家读完就会觉得啊，民进党讲的话都好亲切，他好懂我啊。国民党怎么讲的都跟我不一样啊，满口中华民国，什么中华民国？课本就没跟我讲中华民国啊，课本都讲我们是南起台湾啊。我们因为读到日本侵华各种的残酷，所以我们才会觉得日本很坏，然后我们才觉得中华民族要富强，要振兴。他呢，完全把这个中国的概念给削弱掉。所以说，中国啦、台湾啦、新加坡啦、南韩，你们都一样，他就要打破你国家建立的概念。然后呢，中华民国政府迁台，然后呢就讲共产党。哦，最后呢讲当代东亚，这是要配合什么新南向政策。所以呢，看到最后的这东南亚国际组织反共，你不觉得可笑吗？你现在看看东南亚这些国家哪个反共？除了菲律宾有时候抱抱美国大腿之外，东南亚现在这些国家，他们对中国大陆好感度远胜于美国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社会6项很清楚的这个史观是啥呢？世界史跟台湾史，中国在世界史里面呢，它是世界史跟台湾史而已。对啊，我们以前是中国史、台湾史、世界史，现在中国就是世界的一部分，台湾呢是完全独立出来的。但是小朋友一看就知道，哦，你看哦，我们台湾漫长的史前时代，他只记得这里。所以其实这个现象很早了，因为呢，我在大学的时候，大概2009年吧，就2010年左右，那个时候我就去教补习班，然后我在教国中，然后甚至是教就小6教小1的那个衔接班啊，或者是那当时呢，我们因为教国文啊，然后要教一下那个朝代，我就问大家说，嘿，那这个中华民国之前是哪一个朝代？大家都讲日本，大家不会觉得中华民国前一个朝代是清朝，所以从10多年前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对觉得中华民国前一个时期是日本，然后日本的前一个时期是清朝的这样的小朋友，我跟他怎么可能会建立共同的民族认同跟历史认同？我跟他就是不同国家的人，对吧？所以在他们的眼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孙中山的这些东西，所以孙中山会被淡化嘛。然后我再来讲一个高中课本里面的日本战后经济这一块，就日治时期的经济哈。当然我强调我用的是日值啊。他讲到说南京拓殖特色呢，他说总督府很早注意到台湾啊南洋密切往来哦。总督府为什么会注意到台湾南洋密切往来？你为什么这边要突然讲这个？因为很简单，台湾跟南洋密切往来不是日本殖民才有的，是从清朝时期就有。但问题是因为你前面讲的不够清楚，所以这边就变得很突兀。然后讲了作为南进投资的一个政策，但问题是啊，南洋拓殖、南进拓殖，这本身是要以台湾为殖民地去拓殖，去进攻南洋地区，我的天哪，我也是很佩服这课文的写法，没前没后的，然后只举几个点出来讲哦。所以搞到最后，台湾人搞不清楚说，其实你在日本殖民时期你是充当什么？你充当的是殖民者打手啊，侵略者打手的一个概念啊。不过当然我要再来看到就是说，这小学课本也有一些比较有趣的能源科技，告诉干嘛呢？哎呀，这个核能有辐射，好可怕哦，所以我们要干嘛？我们要用太阳能跟风力哦，哇，台湾哦，永续发展，然后电费一直涨，还会断电。这个就是你看从小告诉大家民进党的绿能政策，还有什么电业法，哇，直接在课本里面歧视核能也太狠了吧？对，好，再来呢，最后立足台湾，放眼天下。对吧？我们要积极的参与国际组织跟相关活动，提升台湾的形象与定位，期许自己能立足台湾，放眼天下。这个话就是民进党在讲的话。所以读完教科书，你去听民进党的政治人物的言论啊，我们就要参加国际组织啊，我们要提升台湾的地位啊，就觉得好熟哦，好亲切哦。为什么呢？你从小就在读他的话，所以你说，哎呀，那这个民进党的演讲稿要写什么，就把这个教科书拿来改一改就好了。对，那同学从小就读这些话，对吧？哎呀，你看我们民进党就是让世界看到台湾，对吧？我们是世界公民，台湾呢是要担起国际的重要责任，要是国际社会的一份子，这就是我们小学在教的。所以当然大家读完就会觉得啊，民进党讲的话都好亲切，他好懂我啊，国民党怎么讲的都跟我不一样啊，满口中华民国，什么中华民国？课本就没跟我讲中华民国啊，课本都讲我们是南起台湾呢，他怎么不讲说我们要提升中华民国的国际责任，提升中华民国的能见度，身为中华民国的一份子，通通都是台湾跟中华民国的建立脱钩。现在呢，这叫做中华民国的建立啊，你觉得感觉上好像有了，但是呢，他说总统府不是在台北吗？
啊，这是南京国民时期成立的总统府。啥意思？就是他所有的对话就都确实是以台湾为主。那当然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最关键的是他的安排，也就是现代国家的变局。中日战争啊，这个都还好，当然就写的比较少啊，等等之类的。就是变得很多，可是他偏偏要讲一个东亚，为什么他要扯一个东亚？你看，南韩、日本啊，什么日本也很苦难。然后呢，新加坡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因为读到了日本侵华，然后呢各种的残酷，所以我们才会觉得日本很坏，然后我们才觉得中华民族要富强、要振兴。他呢就完全把这个中国的概念给削弱掉。他不跟你谈那些，他就都谈东亚。所以说，哎呀，中国啦、台湾啦、新加坡啦、南韩啦，你们都一样。他就会要打破你这个国家建立的概念。然后呢，就是中华民国政府迁台，然后嘞，迁台之后就讲共产党。哦，最后呢，讲当代东亚，这是要配合什么新南向政策？因为呢，看到最后的这里，东南亚国际组织反共。你不觉得可笑吗？你现在看看东南亚这些国家哪个反共？除了菲律宾有时候抱抱美国大腿之外，东南亚现在这些国家，他们对中国大陆好感度远胜于美国，还在教这种脱离实际的东西。然后呢，台湾在东南亚地区的展望，其实不是，如果我觉得你要教这个也不是不行。那从东南亚公约组织到后来的东南亚国协，或者我们叫做东南亚联盟啊，东盟或东协，那它的变化是什么？你要提的话，你就要把它举出来。为什么东南亚从反共走向了今天它跟中国的关系那么好？所以就是说，为什么你要在教历史的时候多一个主题叫做东亚？现在了解了，因为东亚最主要是干嘛？就是教反共哦，强化反共思维，对吧？就是过去在教反共，现在呢在教我们要新南向，就它的中间那一段呢意义在这里。但是不写啊，但是讲说我们台湾这也跳太快了吧？对不对？当然是不能写啊，这很破碎耶！啊，新南向那么失败，然后蔡英文、王美花，这新南向没有成果啊，现在办公室都倒了。你怎么可以唱出来蔡英文？你这样就是不爱台湾，花那么多篇幅讲蔡英文这个要干嘛？就是告诉你当代东亚跟东南亚的发展。我说好奇怪，你看我们以前学历史、中国史嘛，干嘛？就是讲说，你看这个清朝末年，然后中华民国呢就到台湾，它那个是有脉络的。而且我记得我国中最后中国史的最后一两句是说，这清朝末年以来，无数这个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民主自由，终于在中华民国落地生根、开花结果，所以有了这个直选啊什么的，就这才接得下来。所以你的那个历史脉络是一贯的。你有没有发现？到这里就没有那个脉络了，脉络都是破碎的。对，这边就破碎，最后就跟你讲东南亚。那我的认同从哪里来？我的认同难道我要认同东南亚吗？对不对？他讲了一下中华民国，对吧？讲了一下中华民国，然后又讲一下共产党。讲完了共产党之后，讲东亚。那请问一下，我到底要认同什么？你没有认同感，所以你的唯一的认同就是1年级就教你，就是认同台湾。我们对于从国小到高中课本的这个探查，它基本做法是这样：破碎、断裂，用单元式的方式，而不是用脉络的方式。所以学到的东西是一块东一块西一块，你没有办法做成脉络性的整个组织架构把它串联起来。然后你会发现你的知识是很破碎，是这个样子的。